一周又过去，来和我一起看看有哪些有用有意思的软件、开源项目和科技新闻吧。网盘是很多人分享资源的第一选择，无数的宝藏都会通过网盘的形式被分享出去，甚至你想的大部分资源都很有可能有人用网盘分享过。不过很可惜，这些资源分布在互联网的角角落落，想要找到它们并不容易。比如我在普通的搜索引擎直接搜索某某电视剧网盘下载，很大概率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内容。但有一种特殊的搜索引擎是专门为了寻找网盘资源设计的，它们叫做网盘搜索引擎。目前已经有很多网盘搜索引擎在运行了，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无数个，但这些搜索引擎的质量良莠不齐，甚至有很多是完全不能用的。盘搜 VIP 是一个由人工亲测精选的网盘搜索工具导航，这里一共收集了76个网盘搜索工具，每一个都是人工亲测过的，确保可以使用的，并且网站的作者还会给出每一个搜索引擎的评分、优点、缺点、评价和它的数据来源。经过我的2次测试，盘搜 VIP 给出的评价大部分都非常准确。比如这个叫卡帕搜索的引擎，优点非常多，唯一的缺点是搜索准确度较低，建议使用精确搜索。我亲测的时候使用它搜李跳跳，默认情况下确实会出来一堆无关内容，把默认的智能搜索改成精确搜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搜到的全部都是我想要的。这也说明了盘搜 VIP 的作者在整理的时候非常用心。如果你想要找到各种资源，来这里搜一搜一定没错。Loaf， 这是一个专门为摸鱼而生的项目。安装到电脑上之后，点击摸鱼按钮，屏幕上就会跳出来一个全屏的 Windows 更新界面，然后你就可以放下电脑，放下工作，做一些其他的事啦。Change Source， 如果你是一个在中国的程序员，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想要下载一个代码的包或者依赖，但每秒只有几 KB 的速度，甚至大概率还会下载失败。一般这种时候，大家都会选择换源，换一个国内组织搭建的镜像源，但不同的包管理器换源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单独处理还是比较麻烦。Change Source 是一个全平台通用的换源工具，支持各大搜索系统和编程语言，可以一键切换到速度最快的下载源。同时它还是一个换源框架，可以使用它很简单的编写出新的换源方法。饱受网络折磨的程序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项目。Game Cheese Manager， 这是一个下载和管理单机游戏修改器的工具，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比如我想要黑神话的修改器，只需要在右边的搜索框搜索黑神话，找到结果后双击下载就可以了。下载完成的修改器会出现在左边，双击名字就能打开。目前 Game Cheese Manager 的修改器都来自风铃月影和 WeMode， 支持的游戏有近4000款。喜欢用修改器玩单机游戏的可以关注一下。谷歌 AI 广告。根据媒体的报道，谷歌开始在由 AI 生成的搜索摘要中加入广告，比如使用手机端的 Google 搜索如何去除裤子上的草字。搜索引擎中的 AI 在给出答案的同时，还会推广相关的产品。谷歌发言人表示，该广告的收入会由谷歌独享，不会给 AI 生成内容时引用的网站分成。腾讯游戏鸿蒙版。腾讯开启了旗下2款热门手游《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鸿蒙版的测试，本次测试为删档测试，和正式服数据不互通。其中，《王者荣耀》为限量开放，先到先得；《和平精英》无数量限制。PS 服务器宕机。2024年10月1日，索尼 PlayStation 网络发生宕机，堡垒之夜、使命召唤等多款热门游戏受到影响，无法登录和启动游戏。印度 iPhone 工厂火灾。为 iPhone 生产零部件的印度南部塔塔电子厂发生严重火灾，厂房等建筑垮塌，目前已经宣布无限期停产。苹果正在考虑在中国搭建新的生产线。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在中国等地招募网络线人，10月2日在多平台通过中文、波斯语、朝鲜语发布如何安全地向 CIA 联系的相关教程。OpenAI， 本周 OpenAI 相关的消息有点多，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10月2日 OpenAI 宣布获得了 Thread Capital、 微软、英伟达等机构66亿美元的融资，此次融资是生成式 AI 领域金额最高的一次融资。融资后 OpenAI 的估值将达到1570亿美元。10月3日 OpenAI 又宣布其获得了全球银行的40亿美元循环贷款额度，这也代表着 OpenAI 手中将会有超100亿美元的流动资金。10月2日在 OpenAI 开发者日上，OpenAI 发布了实时语音、视觉微调等在内的大量 API 更新。
10月4日 OpenAI 发布了基于 GPT-4o 的重磅工具 Canvas， 该工具可以让 AI 和人类协作，一起来完成写作、编程等任务。相对于单纯的对话，该模式能极大提升 AI 在输出结果时的表现。Sora 团队的负责人 Tim Brooks 从 OpenAI 离职，加入了谷歌。7. Meta 10月4日 Meta 发布了视频生成 AI Meta Movie Gene， 该 AI 可以生成 1080p 每秒16帧共16秒的视频，并且可以生成背景音乐和音效。更重要的是 Meta 同时公开了一份92页的论文，把 Meta Movie Gene 的架构、训练细节全部公开，甚至以后很有可能开源。1. 手机集体涨价，包括数码闲聊站在内的多个渠道称，由于 SoC、内存、屏幕、电池等手机核心部件涨价，今年国产旗舰手机的价格也可能集体上涨。2. 信用卡数据泄露，近期有传言称，国内某二次互联网公司泄露了他们在数据库储存的信用卡卡号、过期日期、CVV 等信用卡3要素相关数据，导致了大量绑定国外信用卡的用户被盗刷。该事件非常恶劣且影响巨大。前面没有提公司名字，是因为该公司正在各平台投诉此事相关的内容，即使不提该公司的名字，也很大概率被投诉。我的评价是，还好我平时不用信用卡吃外卖。3. 育碧，由于育碧近期的低迷表现，持有育碧不到 1% 股份的激进投资者 AJ Investments 表示，该公司正在和其他股东联合商讨把育碧出售给腾讯，并且该计划已经受到持股超过 10% 的股东 Ubisoft 的支持，将会在下次股东大会进行投票。4. 宝可梦，宝可梦近期聘用了 Sydney Armitage 担任其多元化、平等与包容性社会责任顾问。根据该顾问领英的帖子，该顾问擅长且乐于看到向年轻人和孩子传输 LGBTQ+ 思想。5. uBlock， 由于对 Firefox 商店审核机制的不满，去广告扩展 uBlock Origin 的开发者在 Firefox 浏览器的扩展商单中下载了 uBlock Origin Lite。 6. 英特尔向 Tom's Hardware 确认，该公司并未开发出检测 CPU 是否受损的工具。给大家简单补充一下前情提要，由于酷睿13、14代 CPU 的设计问题，导致这两代 CPU 容易不稳定甚至损坏，所以英特尔会向 CPU 受损的用户退换货，但是因为没有工具，所以需要用户自己猜 CPU 有没有受损。7. 小米，近期小米在国外版澎湃 OS 上也开始限制 BL 锁的解锁，此举动引发大量国外小米用户的不满。BL 锁全称为 Bootloader Locker， 中文名为引导锁。目前的手机厂商在手机出厂时都会把设备设置为锁定状态，从而更好地保护手机系统安全。在锁定状态下，用户将无法在设备上执行非官方固件和修改系统参数，也就代表着无法刷机和获取 root 权限，所以限制解锁会对玩机爱好者产生巨大影响。目前可以解锁的手机品牌已经越来越少，大家可以把自己知道的分享在评论区。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雪莉99，我们下期再见吧。